这个总统史上最掰咖，权力上最滥用。卓荣泰就是赖清德意志的延伸。现在赖清德不但没有把他的权力分享出去，反而更加的把权力牢牢抓在手。卓荣泰、徐国勇就是赖清德，美这一点三位一体，再把他的意志交由他这10条三兄弟给发案出去。了一个柯文哲，结果没把柯文哲弄。你现在弄陈之汉，你没把陈之汉；你还弄李义修，你没把李义修弄。赖清德就是拿国家机器、司法机器、侧翼群体、网红群体、媒体巨兽全部的力量，对付大罢免中让民进党难堪的每一个人。Ladies and gentlemen, welcome the host. 大家都应该要尊重宪法，遵守法律。如果被发现是中国指使的话，是可能触犯国安法或是外患罪。民进党现在打算用国安法跟外患罪来办馆长，最高可判处。当然，馆长只是言论而已，他要判他死是不可能。但是整馆长给他脱一层皮有没有可能？是有可能。但是对馆长他们会用刑事，就像对柯文哲啊，他们拿柯文哲每一则的做法是怎样？把柯文哲抓去关。这个时候，我在强调，最不需要的就是发表仇恨的言论，以及诉诸暴力动员。赖清德亲自点名哦，赶快去办！我赖清德要看到绩效。我讲这样都被他去头去尾。强调当天1个多小时的直播是在针对时事讨论，没有鼓吹犯罪的意思。他现在用国安法办我，国安法恐吓，在台湾都没有言论自由啦。郑院长都重话回应，而政府没有任何动作的话，那将是一个漫无法纪的国家。讲到这种程度啊，漫无法纪的国家，你进检到现在整天放话做假新闻，攻击黄国昌 ，NCC 跟。卓荣泰从来不办，卓荣泰就是赖清德意志的延伸。现在赖清德不但没有把他的权力分享出去，反而更加的把权力牢牢抓在手。卓荣泰就是赖清德，徐国勇就是赖清德，府院党三位一体。只是赖清德之前想靠一个人，现在把他的意志交由他这15条三兄弟给发案出去。这不仅是一丘之貉啊，这叫做3张脸。赖清德1张脸，卓荣泰1张脸，徐国勇1张脸，但是3张脸共享一个邪恶的集体意志。现在是搞不动他的，你知道吗？只要卓荣泰说话，他讲一个这将是一个漫无法纪的国家，那这一下就是要狠狠的整馆长。我的天哪，这个总统是史上最掰咖，但是权力是史上最滥用。赖清德现在意思就是，你馆长就是社会的寄生虫，你每天利用煽动仇恨、诉诸暴力的方式。在社会吸血，没有报效国家，你在污蔑国家。你要听赖清德的话，你要听到真实的声音。所以为什么卓荣泰紧接着出来刚才讲这句话，将是一个漫无法纪的国家？他读得懂他大哥赖清德的心内话，不整馆长绝对是不行。团结在哪里啊？就你在破坏团结。那个堰塞湖在那边跟炸弹一样，打死不处理，出事情了，弄死傅昆萁，弄死徐正伟，就是处理了吗？他的团结就是所有人都要去死，不效命不跪下就去。最仇恨的就是这些亲德鸟，就是亲鸟。这一次赖清德是铁了心要借这个机会来乱。赖清德自从大罢免大失败之后，你看他整了多少人？大罢免大失败当中，你有积极贡献的人，你每个都被整，馆长被整。最近郑丽文、民进党绿媒疯狂打他吃狗肉的事件，我就问干你屁事啊？就每天打。赖清德现在就是拿国家机器、司法机器、侧翼群体、网红群体、媒体巨兽全部的力量合围上来，对付你在大罢免中让民进党难堪的每一个人。30万判赔，再加上登上自由时报头版，到现在我的判决书在哪里不知道，但自由时报已经有我的判决书了。这不是法官书记官直接给了自由时报羞辱我啊，说我是造谣哥啊，要摧毁我的公信力啊。翁达瑞最会欧北共的人啊，结果变成我要判赔给他。结论就是律师确定以国安法恐吓罪要办我。那这个约谈时间已经在约了，然后我也广发媒体了，去刑事局做笔录的时候，那如果到时候被羁押，希望大家能帮我的家，这个就是结局。我今天搞了一整天，这就是结尾，我确定要办。现在台湾的民主是民主，民进党做主是民主嘛？人家一样在抗战，这不是中华民族的正铁骨吗？怎么会现在劝我躺平呢？你到底有没有中华文化精神？你是不是中华儿女啊？对抗民进党的暴行，现在就要躺平吗？什么东西的啊？如果你是大陆的同胞，那你抱歉，你也不是我同胞了。你竟然会去跟青鸟一鼻子出气来羞辱我，连个畜生都不如，你比青鸟还低劣。青鸟那边靠北靠步，他们好歹他信民进党还理解，我同胞是14亿人，不是你这种。我说我不接受武力统一，会伤害到我们的台湾人。我是在救台湾人，我在跟你们沟通。你们就一堆人在里面说精准打击啊，斩首行动啊，我就说，那如果你可以斩掉他狗头，那我没有意见，这就是不要伤害台湾人。我讲这样都被他去头去尾，我就人就在这。哦，赖清德看你要怎么样都没关系，我也觉得很骄傲了，为两岸做一点点牺牲，为台湾人民，因为拒绝武统，我来回答大陆网友，跟大陆网友怼上，我来做这个和平的桥梁。
你们去头去尾的现在要迫害，用司法来迫害我，我觉得很骄傲，把我当做柯文哲这样对待，把我当做国民党这样子玩，那也没关系，大家试试看吧。上海它所开启的是一道两岸和平交流、共创未来的天堂之门。如果说这一次真的拉管成功了，开启两岸交流之门，那民进党的地狱之门就是敞开了，他完蛋了嘛？他还能有什么选举？他还有什么招式选举？执政执成这样，花莲光复的救灾，这一次你可以用这种方式去拖过去，下一次呢，你就难保极端气候不会对你发生什么状况。蓝营的执政县市每个都是战战兢兢的，所以其实在这件事情里面，民进党真的不要以为你这么嚣张，你一个柯文哲，结果没把柯文哲弄死，你现在弄陈之汉，你没把陈之汉弄死，你要弄李义修，你不要被李义修弄死，没关系，我告诉你，到时候一定会回弹。2026你看你怎么玩。随着我在两岸交流跟对大陆事务的理解力的不断的上升，最终我到了一个新的一个阶段跟理解，这里就比较是一个深水区。这个我讲一个比较实际的问题在这里哦。大陆的普遍民意，尤其在网络上的普遍主流民意就是武统兜底，合统最好。就是说如果能够合统，那当然合统，但是如果不能合统，一定会有武统的声音。武统是要来兜底的，你就不能回避跟武统派的网友好好聊天。武统派不是每个都是非血洗台湾留岛不留人不可，这种声音是最少的。多数是说你台湾必须释放出一定的善意，你要让我展现出你真的对两岸的未来有共同的想象，叫做相向而行。我可以体谅可以理解你，这时候你不能说出统，因为你说出统你可能会在台湾失去社会实质的影响力，我可以理解，但至少你要摆出一个心态，就是说你理解他们为什么要统。这几天我的直播有大量的账号进来洗武力统一，而且一直洗武统，就一直在骂。我还有一天我直播都留着留言，来注意哦，留言都留着，他们就大量的账号一直进来洗什么？台湾哦，靠蓝白没有用。他们最近不是国民党选举吗？他们都在洗哦，武力统一才有用，就一直跟他们讲，甚至我还求他们，甚至我还说你要我下跪都可以。这些影片都在我直播上面。我说如果今天为了台湾人，如果我下跪有用，你们可以不用打过来。我说不要打，会生灵涂炭，血流成河。你警政署的收证吗？我讲了好几天，那些账号就是一直进来，一直不断的洗。哦，好说歹说，还有一天跟他们对骂，而且直播都在啊，什么国安法，你去头去尾的。昨天有看到新闻，你听到没有？警政署你听到没有？新闻你听到没有？我看到台湾就是这样，大家都没脑袋，被媒体带着。我讲了好几天了，针对那些武统的账号，然后就一直进来洗，一直进来洗。结果我就说，我有看到新闻，可以这样子玩的吗？所以馆长讲得很清楚了，他是在回应网友的言论，回应新闻的标题，张冠李戴，变他要去爱情的，非常可恶。斩首是一种军事行动，军事行动是一种客观描述，结果把它断章取义变成陈之汉要赖清德的头，然后呢，赖清德作为总统恶意引导说馆长是暴力言论，把馆长污名化为暴力团伙，卓荣泰跳出来说非办不可，这个是一整套路的。两个问题从来不是打跟不打，这是一个很有层次很有深度的问题。如果变成只有打跟不打，那到最后我们就只能选两边站了。决定不打的人只能无条件站到老公那边去，决定打的人只能无条件站到民进党那边去，是这样子吗？那绝对不是这个样子的。两岸是有很多可以解决的方案，只要能够相向而行，只要能够在一个中国的框架之内，它绝对是往好的地方去发展。这些东西都是有步骤，而且有方法，而且有实践过的，只是被民进党搞得支离破碎。陆委会变成仇陆会嘛，仇恨大陆委员会嘛，每天仇陆嘛，变成管委会，每天管馆长。多数是认同武统是最后手段，不能让它变成武统是唯一手段啊。武统是最后手段跟武统是唯一手段，这差很大。台湾人要展现出一个理解大陆人民的苦的这个态度之后，武统就不会是唯一手段，武统一定是最后手段。馆长直播开呛啊，把赖清德狗头又来了，然后还模仿中国口音说精准斩首。有人说那只是玩笑话，踩到刑法第305条红线啊，让人笑不出来了。说陈之汉就跟柯 P 还有黄国昌的脚步一起进土城吧。结果下面呢被各种嘲讽，有人抓吗？失色灵堂怎么办呢？有没有？还直接揍人家死啊！呛杀马英九的话啊，就不起诉，随便啊。简单的说，这件事情我们可以划归为大概有3个点。第一个，馆长确实讲了一些言论，这些言论确实被断章取义，可是民进党一定会扩大解释，这叫做借机怒理于罪，这叫反手拍行动。对于大陆老百姓的言论跟台湾老百姓的言论，在政治上要对齐颗粒度，目前还有落差，所以导致了一个，我认为这是一个陷坑，大家陷进去，这是民进党对大罢免大失败的一种强而有力的反扑，全力的反扑。那这个反扑会来得非常的凶猛跟攻击性很强，但是大家一定要挺住。